怎么样才能让我的多肉又肥又密？控养的多肉才能肥美出状态。就这一句简单的话，欺骗了太多的新手花友，让太多的喜欢养肉的花友踩了大坑，本来还算不错的肉就这么挂掉了。这能怪这句话吗？显然不能，因为这句话本身是能站得住脚的。我想要怪就得怪把这句话解读错误的花友们吧。那么控养显然就是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。什么是控养呢？大多数花友的理解就是浇水的间隔期变长。不过这个间隔期是多长呢？10天浇一次水，30天浇一次，亦或者60天。说实话，问10个花友可能会给出10个不同的浇水时间，而这种凭感觉浇水就是收获空盆的原因。那么控养真的就是控水吗？在我看来，远远不止控一个简单的字，牵扯到的不仅是控水，还有光照、土壤、通风、温度和温差等等，都离不开这个控字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介绍一下让多肉又肥又密的5控法，只要能看完第4控，相信你的肉就已经变得又密又红了。另外，如果你有任何多肉养护问题，请留言，花花会一一回复。下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内容。1. 控水。相比较其他的环境条件，控水对于多肉来说好像显得尤为重要，但可不要盲目。选择控水的多肉，首先是要强壮健康的多肉，而强壮健康的多肉不无例外都是有一个发达的根系。如果随便拿一盆多肉就想着去控水，只要是根系不发达的，在控水时会消耗掉毛细根，这时候多肉的生长就会出问题，会生长出气生根，越长越小，最后空盆。控水可不能盲目，正确的控水方式是观察叶片，等到盆土干透后，要注意观察多肉的叶片，从下往上数，如果第2层的叶片也出现萎蔫、发软的现象，就可以浇水了。这个时间是不定的，可能是10天，也可能是30天、60天，甚至更久。记住，多肉植物控水的时候，不是以天数为基准的，而是第2层的叶片。尤其是南北方的差异是非常大的。2. 控风。很多多肉养殖的视频看着都非常的爽，特别是多肉浇水的时候，要么是水管子装上花洒直接喷，要么是一个大盆把多肉一个个泡到盆里去，看着是不是非常爽？不过你要是跟着学，那就得说道了。如果你是户外养殖多肉，并且通风很好，那么这么操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如果是在室内，通风还不好，这么做就一个字，死。室内养殖多肉，环境通风不好，一盆叶片主茎里全是水，很长时间都干不了，是很容易烂心的。如果是室内养殖多肉，没条件制造良好的通风，多肉浇水就小水慢浇，不要弄湿叶片和主茎部，就算不小心湿了，也要及时通风，或者用吸水纸把水分吸干，不给积水一点机会。当然能有好的通风条件最好了。控水和控风固然重要，但是想让多肉看起来饱满有光泽，又红又圆，还是要看完第4点才能有答案。3. 控光。光照也是多肉生长的关键因素，而所谓的控光就是说，多肉接受光照的时间为8小时左右，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到多肉的生长。路养多肉，光照时间肯定是够的，而封闭阳台上8个小时的光照肯定不足，长期不管的话，肯定是会出现土长、难上色、难出状态的情况。只有想办法增加光照才行。而办法也是很多的，比如说抬高多肉的养殖高度，这样光照时间肯定就够了。而吊养、花架、栏杆花盆等都是可行的，还可以使用补光灯，也是很不错的。当然了，还是自然的太阳光最合适。我最喜欢就是在多肉浇水之后，拿到窗台外侧，让太阳光直接晒到多肉上面，非常的漂亮。4. 控温差。温度对多肉的影响很大，它们怕高温，不耐冻，最好是生长在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，而在这个温度范围内，昼夜肯定会有较大的温差，对多肉出状态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也就是说，环境温度和温差就是养好多肉的关键因素之一。而如果你所在的自然环境
温度区间不在这个范围内，而昼夜的温差也没有超过10°C以上，那就要利用一些办法来控制温差了。5. 控肥。多肉在生长期需要施肥，不施肥的多肉只靠些麦饭石、一点泥炭土，还有一些气生根，肯定是生长不好的。所以在多肉的生长期，肥料还是必须的。而最简单的就是控室肥，一种颗粒状的多肉专用的肥料，在春秋两季的生长期，视多肉的大小丢下几粒或者10几粒的量就行了。说到肥料，其实和植料是分不开的。其实在多肉上盆的时候，可以使用80%或者70%的颗粒土，能适应绝大多数的多肉。栽种成活之后，就可以在花盆表面埋上几粒多肉专用的控室肥，下次埋控室肥就可以到春季或者是秋季的生长期了。不生在发育就不施肥，开始生长发育就埋多肉专用控室肥。大家记住这句话就好。控养，关键在这个控字。以上就是我对这个控字的理解。我们在学习别人的养花经验的时候，尤其是新手，一定要多想多看，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才能把自己多肉养出彩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如果有错误或者疏漏，欢迎指摘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并转发。感谢粉丝的喜欢和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